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欢迎来到巴巴娱乐呀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龚俊王星越靠疯批美人出圈，诚意却频翻车。网友演技差放过古偶。春花宴是一部罕见的新戏，男女主角都不是扮演背角色，但仍然无法逃脱原声台词的审查。问题的根源不仅仅是发音，更多的是声音和语调的变化。吴谨言的嗓音被批评为过于粗糙，而刘学义的笑容更胜一筹，因此被批评其说话风格像公公。虽然这部剧的男女主角都被设定在他们各自的舒适区内，内娱复仇的神的氛围依然存在，但刘学义，一个疯狂批评男配的专业户，这次却转变成了男主角，这让他感到不太舒服。尽管年纪已经很大，但似乎已经实现了场工化。他所扮演的三皇子慕容景和因被人陷害而背上了屠城的恶名。尽管他选择了低调隐藏10年，但在公众面前，他仍然展现出一个疯狂且冷酷的放荡子的形象。结果刚开始时，他就像是闭上眼睛的狗一样陷入深思，然后走了出来。遗憾的是，他的披肩并没有展现出座山雕的雄伟气势，而是撒着冥纸登场，使得气氛显得更加阴冷。理论上，这个角色在早期应该显得有些娇弱和性感，但由于其勾栏发型和慵懒的语气，这种犯困式的表现方式很容易被观众误认为是阉党。这种粘附在太阳穴上的拳头，比居士的妆容还要持久。对于当前的娱乐小生来说，病态的角色似乎有点超出了常规，稍有不慎，便有可能在工厂里制造出一股场气。然而，当我们仔细观察时，可以发现当前的古偶小生已经普遍展现出场工化的倾向。如果能聚在一起，还有机会参与一场场戏男星101的演出。如果我们将其倒推10年，那么场工化的趋势在古偶市场中已经开始盛行。张翰穿着撞色丝绸睡衣作为第一个闯出恶名的厂牌，他用毛笔作为眼线笔，巧妙地画出了4条粗眉的眼妆，从这一点就能判断出他并非来自阳间。在观察花千骨中被誉为6届第1美男的沙姐姐，最具场工气质的人通常只需简单的披头和美丽的眼睛。然而，惊悚风至今的演变，普遍呈现出一种厚重的脂粉般的氛围。在《墨雨云间》这部作品中，王星越绘制了剧中最精美的眼妆和最长的眼线，眉眼部分几乎完美地展现了她的阴柔气质。身着鲜红的衣裳，手持扇子走上舞台，仿佛是复仇剧中的一个羽化田。尽管如此，这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还是与原著中男主角喜欢化妆的形象相吻合。现代的古偶男主角在很多情况下都展现出了不同的外貌和魅力。在《柳州记》中，张晚意在脸上涂抹腻子，就像旦角随时都准备上台表演戏剧一样。罗云熙的人体彩绘就像是将一整盒大地色眼影打翻在他的脸上，使他整个人都变得碳化了。他在本来就瘦削的脸型和身体上大量使用了极反主义的妆容，这是一种用快乐的场景来表达悲伤的方式。无论罗哥有多么浓重的面容，都难以承受这样的外貌。像刘宇宁这样的男性明星，他的眼睛细长，下巴尖锐，并且天生具有一种阴柔的气质，这使得他更加依赖化妆来塑造自己。身着飞鱼服的他微微眯起了眼睛，看起来就像是在承受了委屈后默默压抑的工厂老板。令人震惊的是，在《一念关山》这部作品中，他突然展现出了鼠化的行为。过紧的头套设计使他即使不像张翰那样使用厚重的眼线，也能轻松地勒出4根眉毛，
这也使得她原本细长的眼型变得更加阴柔，成为了内娱古偶市场上首位白面书生。因此，观看她与刘诗诗的吻戏，其惊悚程度与意外看到苏菲与甄嬛合作拍摄的大型伦理片《橘子绿了》不相上下。尽管小生的外貌偏向于秀气型，但一旦她画上浓重的妆容，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。例如，在《云之羽》这部作品中，程磊和田佳瑞这两位姐妹遭受了许多人的骨科手术。确实如此，既然都已经出现在小四的镜头下，哪里不会有工厂呢？然而，为何在相同的场工戏中，有些人受到嘲笑，而有些人却受到赞誉？实际上，场工戏基本上可以与阴柔气相提并论。如果分开观察，那就是柔和的感觉与阴冷的气息。首先，柔弱感这个词很容易让人想到那种眉毛低垂、缺乏传统男性气质的公公形象。人们通常用一个带有侮辱性的词“娘娘腔”来描述这一形象，但实际上，它更多地是指一种外貌上的虚弱，与角色的外貌、妆容和仪态不匹配，都有可能使其外观显得更为柔弱和飘逸。罗云熙的形象从最初被赞誉拥有芭蕾舞的基础，为她的古装造型增添了一丝仙气，逐渐转变为对这种仙气的近乎病态的追求。在《长月烬明》这部作品中，其主要特点是对转圈圈的热爱。在与白鹿的雪仗中，她需要转圈，网友们戏称时间煮雨为 BGM 辣评，称其为姐妹间的嬉戏。甚至在跳入海中时，也会迅速变身为一个小陀螺，利用惯性将自己旋入海中。还有一些网友热烈评论，看到罗云熙行走，就好像看到岳不群完成了《葵花宝典》的练习。尽管他被设定为战神，但他身穿一件精美的刺绣纱裙，只能双手提着裙摆，走出了踮起脚尖、提起裙边的华尔兹舞步，就像一个害羞的大小姐走出了闺阁。赵鸿飞被誉为古装仪态的教材，当她走上台阶摆动裙摆时，即使步伐再急，也依然展现出了她的气势。说的这么多，并不是因为男性角色缺乏阴柔气质，而是因为他们的表演逻辑存在问题。如果柔这个词不适合当前的情境，你可能会困惑，不确定你到底在阅读 BG、GL 还是 BL。在《与君歌》这部作品中，程毅扮演了一个被操纵的扫地角色。当他打猎时，意外地发现女主角误入了森林，他的反应应该是充满了警觉和权威，甚至有些愤怒的情绪被打断了。但他的整体姿势显得过于虚弱和娇媚，彻底破坏了他作为皇帝的尊严。他随意地抬起头，那双上下环视的眼睛仿佛在与女主角进行一场美丽的比拼。在《春花宴》这部作品中，刘学义扮演的三皇子伪装成一个无意中篡权的浪荡子，与陈楚河饰演的庶出太子合谋进行权谋，但最终却演绎成了断背山。其中一个眼神充满了深情，而另一个则是充满了甜美的笑容。但剧情中并没有提及真正的兄弟会走向骨科的命运。技艺高超的人交手，眼神中透露出一丝紧张。他拉着手向大哥撒娇，并表现得很乖，本意是希望他放下防备。最终，他巧妙地将伪装的心机演绎成了暧昧的诱惑，这让大哥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感。罗云熙的病娇和疯狂的批评让人开始怀疑他是否患有单改后遗症。但台烬原本是一个因为魔胎而被霸凌的可怜的质子，他瘦弱且破碎，原本以为能够重现润玉当年的美丽和强大的悲惨光环。然而，从他那被霸凌的眼神来看，比起扮演受委屈的角色，更像是在自怜。美强惨的吸引力在于让观众一见难忘，但一旦陷入自我怜悯，就不知为何多了一种做作的茶味。霸凌者不小心踩碎了糕点，让他捡起来吃，这正好落入了他的陷阱。
但这双充满策略的眼睛怎么看起来如此含蓄呢？就像对面的那个人是他深爱的那个人，他送来了爱手做的蛋糕，即使它掉到地上，他也会心甘情愿地吃。在我年幼的时候，我也曾在女妖精望向唐僧的目光中，看到了那流转的深情。显然，看什么都充满情感的内娱小生，并不是一个很好的营销策略，很容易引起误解。另外，场工的形象也带有宦官场工那种带有一定权力和武力的阴险气，这代表了他们的城府、狠辣和诡诈，给玩家带来了高段位玩家的压迫感，存在一种既致命又令人着迷的危险氛围。然而，有些人的表演并不特别机智，就像在《宁安如梦》中，那个假装狡猾的张凌赫，将疯狂的男主角塑造成一个得意忘形的宦官。他的嘴角上扬，眼神斜视，给人一种非常得意的感觉。有些人将阴气演绎成了轻浮的游王。在《长月烬明》这部作品中，当女主角跳舞被识破后，罗云熙的反应变得异常紧张，不知是谁更加忙碌。她的行为真的让人难以抑制自己的愤怒。即便是出身于武生家庭的郑业成，在电视剧《祝清好》中一眼流露出丫头还拿不下你的表情，也会立刻化为无足轻重的尤物。你可能认为阴气的形成是由于女性的气质过于明显，而男性的气质则相对较弱。正好相反，这是因为有毒的男子气概太过浓烈。在《长歌行》中，刘宇宁扮演了一个以服务为核心的角色，名为侍卫好兜，与赵露思之间存在深厚的情感纽带。在公众面前，他是一个不轻易露出笑容的冷血杀手，只有在与公主的互动中，他的眼神才会显露出忠诚的一面。他总是谨慎地控制自己的情感，显得有些笨拙，但他的整体性格却是真诚和纯净的。相反，当他扮演高配置的角色，特别是那些被刘诗诗深深吸引的帅哥时，他的气质似乎开始变得不那么出众了。压抑姐的表情因为嫌弃而闭上了眼睛，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表演。这位英俊男子的形象给了他一种沉重的负担，他开始展现自己的才华，而他的表演技巧也逐渐变得模棱两可。当其他人用言语进行表演时，他的表情却是乱动，每一个字都需要与一个表情相匹配，巧妙地将调情描述为窃窃私语的性骚扰。这种不和谐的感觉，实际上是一种不够聪明但又假装聪明的虚张声势，一个是真强，另一个是装强，都不能激发对手戏的张力。那些渴望得到的阴气本身并不是那么恐怖，也不是所有的阴气都那么恶毒。以王星越的出圈作品为例，《墨雨云间》中的肃国公，他身上散发出的场攻气反而使他的夺妻和人设更加引人注目。尽管他的妆容精湛，说话风格独特，但他始终保持着高人一等的姿态，这使得他身上散发出一种神秘而危险的气息。秉公在处理案件时，却遭到了家人的上门拜访，尽管他表现得从容不迫，但内心却充满了高位带来的压迫感。当他被对方以两朝功勋的身份恐吓时，他的眼皮微微颤抖，眼神中流露出对权威被质疑的不满。当面对女主角时，尽管他对她的才女身份表示赞赏，但他的目光依然透露出一种高人一等的气质。然而，正是因为深沉的宠爱，才产生了苏感。他是唯一一个目空一切的人。在《长乐曲》这部作品中，丁禹兮扮演了一个令人胆战心惊的角色白无常，他那阴柔的气质也为他那随意伤害生命、情绪多变的角色设定增添了一份力量。在电视剧《庆余年》中，二皇子李承泽的发型是羊驼头，尽管他是一个有权谋和野心的人，但因为他的先秦淑女步而吸引了大量的粉丝，甚至被网友戏称为二姐姐。然而，那份阴柔的气质为他的平和与疯狂增添了色彩，
并意外地塑造了一个充满喜剧色彩的傲娇反派角色。这些角色所散发出的阴柔气质是难以察觉的，他们身上都散发出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仪，这种精神上的阳刚气质足以掩饰他们外在的脆弱和强烈的反差。根据我的直觉，过于浓烈的工厂氛围似乎会降低角色的吸引力，这使人们想到的是，或者是传统的公公轻视自己的奴性特质，或者即使是有一定权力的宦官厂工，也常常不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男性。然而，在实际情况中，工厂的氛围与个人的吸引力并不是相互排斥的。男星所展现出的阴柔特质，并不是他们的弱点。即使是扮演一个没有男性特征的真实工厂员工，他们的吸引力也有可能是去除了性别差异的。以魏燕婉的绝育忠犬和尽忠公公为例，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即便是一个公公，也有可能成为紫禁城中控制力量和 CP 感的神奇。尽管他是一名太监，但他并不具有强烈的奴性，只要不在主子的面前，他的腰杆就会立刻挺直。他怀有一颗渴望上位的心，当他帮助魏燕婉登上王位时，他的眼中充满了难以掩饰的征服之意。即便是在帮助魏燕婉登上王位之后，他也有胆量对她做出一些超出常规的行为。在这段感情中，他从未将自己视为仆人，反而视自己为一个真正的男子汉。这个角色所散发出的吸引力，并不仅仅是他那阳刚的男子气概，而是因为他充满了野心、欲望和独特的人格魅力。西厂厂花与化田是另一位令人着迷的厂工，他行为举止高雅，但手法却极为狠辣。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很柔和，但实际上他的内心深处仍然有一个父亲，他总是按照父亲的逻辑来行事。他的权力横扫整个朝廷，但仍然怀有雄心壮志。压他身上散发出的阴柔之气，赋予了他一种强烈的动物般的感觉，充斥着危险和野性。即使是真正的厂工，他也散发出强烈的气场和力量，身体的缺陷并不会使他变得虚弱。人们可能会注意到，在过去的2年中，阴柔型的 King 男主角更有可能成为焦点。内娱中的许多年轻演员展现出了一种融合了男女特质的现代审美观，许多角色更倾向于这种结合刚与柔的特质。除了之前提及的小报的王星越，更早之前还有龚俊经营的温客行。尽管这是一个男性角色，但许多人对其有着浓厚的兴趣，并常常喜欢用疯批美人来形容他。在《长相思》这部作品中，涂山璟这一角色更受我们喜爱，因为他在一个男性角色上完美地融合了女性的气质。这个理想化的男性角色实际上并没有展现出传统的男性特质。他不仅拥有出众的外貌、财富和权力等硬件上的优势，更令女性观众为之倾倒的是他那如娇夫般的特质、深情与温柔，以及像真人 Siri 那样的完美无缺的安全感。传统上，男性展现出的强大力量很容易转化为攻击性的伤害，但现代女性更偏爱那种不会伤害他人，只会保护你的强大力量。邓的身上所散发出的温和且不具攻击性的气质，正是为他人增添魅力的因素。如果人们不觉得男性所具有的女性特质是一种耻辱，并不觉得有何不妥，那么那些场戏男星所散发出的阴柔气质，其实并没有什么值得嘲笑的。坦率地说，柔和的气质应当满足角色的需求。为角色增添的场攻气，并不真正区分是男性的特质还是女性的特质，它更像是一种融合了2种性别长处的中性特质。人们常说，伟大的灵魂是雌雄同体的，而迷人的角色也是如此。因此，对于男性明星而言，能够控制住这种阴柔气质的人，将有机会迅速崭露头角。尽管没有阴柔的气质，但他成功地塑造了一个阴柔的角色，这是一种整容式的表演，
如果一个非阴柔的角色展现出了阴柔的特质，那他的表演就会变得毁容式。遗憾的是，目前面部受损的情况较多，而进行整容手术的则相对较少。内娱的年轻演员们，请不要再过度展现你们的阴柔气质，这是对古偶男主角的最高敬意。